人生中的第一份保障保险要怎样规划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收看保险知多少。好的，观看保险知多少影片的人呢，有一半的人是25到34岁的人。有经济能力去投保的人呢，相信都已经去投保了。那么怎样才算是人生中第一份保障保险？你又如何去规划它呢？如果你还没有投过保，这个影片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投保了，但是可能你的保单不小心断了，想要投保多一次，这个影片非常适合你。如果你家里有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要投保，这个影片非常适合他们，还有适合你。如果你是父母，想要为你家里的宝宝投保的话呢，更加不用讲，把影片看完。很多人之所以投保或者是统称买保险，是因为担心有一天如果必须要去看医生，医药费太贵，给不起。就是这个导致大家误会，以为医药卡就是保险，保险就只是医药卡。医药卡呢，在现今的社会是不可缺少的一种保障保险。不管是疾病或者是意外发生了，你都是要去看医生的。看医生呢，都希望不用自己给完100%的钱，所以医药卡呢就可以帮到你。医药卡的保额呢不需要太高，最重要是要看它的年限 annual limit。如果有80万到150万，就算是足够了。如果你的保费的 budget 比较高，那么不妨可以去到200万甚至300万的 annual limit。但是医药卡只是保障的其中一种保障而已医药卡就只是负责帮你 settle 你的医药费，对，就只是你的医药费，其他跟治疗无关的东西都是不包含在医药卡的保障里面的。那么万一一个人患上了严重疾病，打个比方癌症中风还有心脏病肾病等等除了担心医药费就是要担心生活费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患上了严重疾病，不能够工作，但是还活着，医药费呢就有医药卡来 settle 了咯。但是接下来的生活费呢，谁要来 settle？ 你的 car loan 车贷、housing loan 房贷，你的 personal loan BD、BDN 等等谁要来帮你还？谁来帮你 settle？ 对，你的医药卡有100万的年限，但是你知道吗？你1分钱都拿不出来，让你买东西来填饱肚子这个时候呢，严重疾病保障就可以帮到你了。严重疾病保障或者是 critical illness coverage， 有些 agent 会把它讲成 income replacement 收入替代。它的用意呢，就是替代你因为严重疾病发生而失去工作能力而失去赚钱能力的钱。一般来讲一个人要为自己准备5到10倍的年收入的严重疾病保障。如果你是单身的，你是需要5倍的年收入，这个 amount 当做你的收入替代。为什么呢？如果你患上了严重疾病，不要担心生活费，不要为钱而烦恼，好好的3-5年去养病，用医药卡来 settle 你的医药费，用严重疾病保障来帮你还你的生活费，不用担心钱，对你的病情也有好处。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就要需要10倍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患上严重疾病的时候，担心你的疾病的不只是你一个人，还有你的伴侣。相信你也是要你的伴侣不要因为钱而烦，好好的、安心的、专心来照顾你的病情，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你的伴侣可能要牺牲他的工作，赚少一点，或者是放弃他的工作来照顾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为你的伴侣准备这个收入替代。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更加不用说咯，也是需要用到生活费的嘛，对不对？解决了医药卡、严重疾病，接下来要看的就是人寿保障。讲到这边，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话呢，就马上订阅，打开小铃铛。订阅了的你呢，谢谢你，顺便按赞、分享一下。订阅了过后呢，就去 like 一下我的 Facebook page， 因为我会在不定时的时候呢，放上重要的保险资料。那么人寿保障本来就是在你走的时候呢，留下一笔钱
给一些人。通常如果你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之后呢，你就会想说，可能你要走的时候留下一笔钱，好让他们在你走了过后还可以维持生活。但是单身的或者是一个人的你也单身是不是？你也单身是不是？你也单身了？总是觉得，哎呀，人寿保障不需要的啦，因为我都没有任何人要给，都没有任何人要依赖我的收入来过生活，对不对？就是因为没有人要依赖你的收入而过生活，你才需要人寿保障。想一想，如果没有人依赖你的收入而过生活，同样的，如果有一天你残废了，你也没有人可以给你依赖来过生活，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人寿保障，你就可以做出理赔。这个赔偿呢，就是终身全残的赔偿 ，Total Permanent Disability， 赔出一笔钱，好让你残废过后不能够工作，失去工作能力，失去赚钱能力的时候呢，还有钱呢，继续你的生活。那么其他的保障打个比方，免付保费啦，个人意外险啦，什么女人疾病、男人疾病，这个病那个病的险啦，这些呢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要搞定好你的医疗保障、严重疾病保障还有人寿。但是我相信有些人也会讲，我的 budget 不是很高。如果你的 budget 不会很高的话呢，就选择依据你的 budget 去做规划，好好的去设定一份自己的保障。如果你的 budget 真的非常非常低的话呢，那么你就去投保一份个人意外保险，因为在你意外发生的时候呢，个人意外保险有些还是会提供你一点点的医药费的 claim， 好让你因为意外而导致的住院呢，可以 claim 到一点点的钱。你有注意到吗？这一集我们讲的只是保障保险，因为保障必须要先做好，才可以安心的去追求你的财富。不然万一如果疾病或者是残废你辛辛苦苦存来的钱、投资的钱也会变没有的。如果你还年轻，保障成本呢是肯定比老年人来的便宜的，所以就趁早去投保，趁这个机会去做好自己的保障保险。因为投保最好的时机就是疾病跟意外发生之前。大家必须要明白，保险不是给有钱付得起保费的人来买的。保险只是给有资格的人来投保的。我们下一个影片见。